Hello，各位好。本期视频是我订阅达到1000的一个大感谢的视频啊，跟之前的2期感谢视频一样，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频道以后的一些想法和走向，以及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悟吧。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我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会对这个节目有影响的事情啊。是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正要准备一次搬家，那要打包我们这个房子当中所有的东西，然后把它腾空了，然后再搬到另外一个房间，所以也是包括我的这个就是你叫摄影棚也好，录音室也好，随便吧，就是这个场地啊，也会拆。那当我录完本期节目，点下停止键之后，我就会把我现在做的这个桌子，然后灯全部拆掉。所以呢，其实现在此时此刻我瞟了一眼，我的订阅量还没有到1000啊，是992，但是也进入到10位数以内的倒计时了。所以我想还是在我没拆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收音环境和视频环境的情况下，先跟大家把这个视频给录掉啊。其实YouTube 的这个反馈机制会晚好几天的，因为如果你按照它的这个创收的标准来看呢，实时的数据是基本算是达标了啊，但是其实他还看不到今天的数据。我看今天是记不住日子，今天7月4号。但是我能够看到它刷新的数据还在6月29号，所以其实离给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还得再等几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说我想做播客，而且播客这个形式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最近2天也一直在构思这个播客到底要怎么做。当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已经会把我的 Apple 播客和Spotify 播客的链接放在我的频道的个人简介里边了。但是呢，实话实说，播客对于我来讲，它的盈利模式还是没有 YouTube 这样的清晰。所以如果我同样做一期节目，把播客和 YouTube 内容做成一模一样，只不过一个是音频，一个是视频，那其实这样的话呢，第一，对我的未来的，因为现在还没收入，对我未来的收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本来要看YouTube 的这个观众可能会转移到播客那边，而播客那边呢，它的收入啊，包括广告分成啊，这种都没有 YouTube 这么的清晰。我目前研究下来，可预见的未来，在播客平台我应该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就等于说纯奉献了啊。当然，当时做 YouTube 也是想着纯奉献的，完全没有想到能达到1000个这个观众能够关注我的这个节目。但这就是走到这儿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还是有点钱比没点好嘛。就毕竟它对我的节目质量还有更新的频率，你有多在乎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激励。那钱有了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比较能够主观的带来一些更好的内容跟节目。当然我会把控这个力度，我不会让它走偏。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去衡量，我一直在说我在衡量 KPI 和初心之间的这个平衡问题。我觉得这2个都是要的啊，但是时刻这个平衡该怎么掌握，我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也会在每一次大感谢的视频和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及时的来给大家汇报。那现在我之所以打算放出播客的频道，原因是因为经过这几天的思考，我大概决定了我的播客想怎么做。首先我不希望播客的内容和 YouTube 的内容完全一致。首先我不希望这样。我知道很多的 YouTuber 是这样做的，就是基本上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 YouTube 上视频，然后再单导一份音频出来放到播客上面，然后呢播客的节目上架时间会比 YouTube 要晚，然后这个
数量也比 YouTube 要少。那我就是这样的方法，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嘛，因为这个创收方面 Podcast 的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大家做既运营 YouTube 又运营 Podcast 的这些 YouTuber， 其实我理解啊，更多的是还是希望 Podcast 为自己的 YouTube 来引流。那我也希望我的 YouTube 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对于把 Podcast 这个平台变成一个 YouTube 的附属，一个附庸，就是比 YouTube 少，比 YouTube 晚，就是什么都没有 YouTube 好。那我觉得这个，与其这样，我还就别做 Podcast 了。所以经过2天思考，我希望我的 Podcast 还是能够做到，和 YouTube 有交集，但是这个交集呢，尽量的少。Podcast 有 Podcast 自己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所以我目前的打算是，我会挑选一些 YouTube 里面，比如说大家比较反应好的视频，把它转成音频放在 Podcast 里面。这个如果您是我 YouTube 的订阅观众，你一看标题你就知道这个是来自于 YouTube。那如果你看过了，你也可以不要再听这期节目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把我的 YouTube 当中相对比较冷门的，播放量最少的垫底儿的那几期转成音频，也放在 Podcast 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无聊的时候听一下纯音频啊，毕竟不会影响你手头的事情嘛。那也可以也是一种方式，但是都不会放的非常的多。那我的 Podcast 的播客，我主要想做什么呢？其实我想开辟出一个新的内容赛道，就是因为纯音频嘛，所以我在录制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你们听得更自由一点，那我录制的其实也会更自由一点，对吧？所以我在录制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也不用一定要坐在一个录音棚啊，就是这个摄影棚里面，也不一定要打灯，也不一定要用这么专业的话筒。当然话筒我还是希望尽量专业一点啊。那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比如说在我开车的时候啊，在我自己去散步的时候啊，我带一个麦克风来录制我的 Podcast 的节目。那这样呢，也会和我 YouTube 的节目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差异啊，或者是对比。那即便您订阅了我的 YouTube 频道，你再听我的 Podcast， 你也能听到我的另外一面啊。那这个我觉得对大家还是公平一些，也能够带来一些，就是我只能说有更多的为您带来价值的可能性吧，我只能这么讲哈。所以其实如果定义成这样的一种播客制作模式的话呢，我就打算在我的播客内容当中分享一些我的生活感悟，或者我的人生感悟，或者是我读过的一本书，看过一篇文章，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平时我散步的时候我脑子在想些什么，我就把它说出来，就是真的是跟大家单纯的为了聊天而聊天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拉家常的一种模式吧。因为说实话，把这样的一种模式直接做到 YouTube 上，我实在是没有那个底气啊，能让各位来去看。所以说在视频方面我不太敢从这个切入点去做选题。但是既然 Podcast 的定位是做得再好可能也不太会有多少收益嘛，也可能就是0。那么它的互动性啊或者评论啊也没有在 YouTube 上这么的简单方便和直观，但是它确实又有它的优势。我自己又是一个 Podcast 的重度的热爱者，就是 Podcast 本身一个非常热爱它的用户，所以我又不忍放弃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所以说我现在想出来的是一个这样的方法啊，就是把一些我没有勇气放在视频平台上去聊的一些内容放在我的 Podcast 上。那这也注定 Podcast 的更新频率一定会比 YouTube 要慢很多。比如说目前来讲，我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我的 YouTube 节目每天都有更新，叫日更了。但是 Podcast 我能做到周更就不错了。因为大家知道我现在身边还要带一个就是需要24小时陪伴的孩子嘛，所以你看我
一个人能出去散个步啊，去徒步一下呀，就是旁边不用带着个孩子，跟孩子交流，是吧？能够思路清晰的跟大家一边散步一边聊聊天，这个概率在目前来讲还不高。如果到暑假之后，孩子上幼儿园啊，这种我能够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在不牺牲我自己的生活和爱好的情况下，其实我是十分愿意用 podcast 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我的想法，还有一些有聊无聊的那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是1000期节目大感谢，我最主要想跟这1000位订阅者去聊的内容啊。也不能每期视频都是换着花样的去感谢大家，对吧？我得说点实际的。这次数据我就不报了，因为观看量已经超过了4000个小时。然后如果真的是订阅达到1000的话，我应该就有广告收益啊。只不过 YouTube 会延迟这个数据的结算，然后我现在其实还没有达到1000。才992，然后又是因为搬家的问题，我提前把这个视频录制了。如果没到1000，我肯定不会把这个视频放出来。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这段视频，应该是证明已经到了1000了。但这个视频是在1000之前录制的，啊，那重中之重了，还是感谢我所有的1000位订阅者。你们的很多留言让我听起来非常的暖心，让我非常的受到触动。在我在100-200个订阅的时候，其实第一次收到一些比较刺耳的留言的时候，我确实心里还是有一些波动的啊。但是慢慢的有一些正向的，有一些鼓励的，有一些对我评价非常高的留言上来了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去平衡这两种声音。而且我现在学会了删除留言，然后我也发现原来 YouTube 的留言是有审查机制的，这个是我昨天刚发现，就是一些比较激烈的用词，就是带脏字的这种，它会先进入到一个待审查的里面，就不会放出来。我原来都不知道，然后我要单独进到那个待审查里面，我才能够看到这些留言啊。当然，它识别的准确性不是100%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而且你还可以改变它的审查的严格与不严格，啊，甚至有一个选项是每一个留言都需要经过我的审查才能被大家看到。那我觉得起码目前来讲，这个完全没必要嘛，所以我还是保留那个基本的审查机制。但不管怎么样，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就是经营这个频道，有1000位听众能够订阅。甚至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每天跟着我去更新，真的是达到了我平台的愿景，就是为大家带来一种陪伴。那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在40多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收获来自于各位的这一份情谊啊，这个，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个是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这份情谊作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好，感谢各位希望我能尽快的为大家录制下一期大感谢视频。谢谢，我们下期再见。